呢個系列嘅影片係同大家分享一啲我嘅學習難題。本片係關於肯定句嘅句子詞序。以下有3句手語句子，佢哋嘅意思係咪相同呢？如果唔同，又應該點樣去到理解佢哋呢？為咗解答呢一個問題，我用咗1年半嘅時間喺上課學習之餘，我更開始閱讀香港手語語言學嘅文獻。但我冇手語語言學嘅背景，要花上好長嘅時間去到理解呢啲艱澀嘅內容，所以本片內容或有錯誤之處，敬請見諒。簡單動詞，例子就係買、聽、上等等。呢一類嘅動詞嘅特點就係手語嘅打法或者方向係固定不變。呢一類動詞所組成嘅肯定句嘅基本詞序係 SVO， 即係主詞、動詞、受詞結構嘅英文縮寫。肯定句係對事物觀點表達肯定判斷嘅句子。喺冇運用空間表達嘅時候呢，基本詞序係 SVO， 即係主詞、動詞、受詞結構嘅英文縮寫。香港手語同埋廣東話嘅肯定句語序係一樣嘅，例如廣東話爸爸買車，香港手語嘅詞序就係爸爸買車。手語嘅詞序貓追兔仔，喺廣東話裏邊都係貓追兔仔。若果運用空間表達，詞序就會係 SOV， 例如貓兔追。但冇運用空間表達嘅時候，建議使用 SVO 嘅結構。稍後有影片同大家分享空間嘅表達同埋 SOV 結構等主題。當肯定句帶有情態助動詞嘅時候，例如要、會、可以等等，詞序就會係 SVO 加情態動詞，例如表示爸爸會買車，手語嘅語序就會係爸爸買車會。雙及物動詞，例子就係給予、教、借等等，詞序係 SV 加某人某物，例如表達男士向女士借錢，手語嘅語序就會係男借女錢。嚟到呢度，我哋做一個小結先。喺冇運用空間表達嘅肯定句，詞序就會係 SVO， 而雙及物動詞嘅詞序係 SV 加某人某物。某人某物其實都係受詞。如果有情態動詞，則將情態動詞放喺句尾。希望呢一個總結有助記憶。可譯句，主詞同埋受詞可以互換，雖然意思唔同，但係仍然會產生有意義嘅句子。例如表示貓咬狗，手語嘅語序就會係貓咬狗。主詞受詞互換之後，表示狗咬貓，手語嘅語序就會係狗咬貓。雖然主詞同埋受詞互換，令到意思相反，但係句子仍然都係有意思。冇運用空間表達嘅時候，詞序就會係 SVO。不可譯句就啱啱相反，當主詞同埋受詞被互換之後，句子嘅意思就會變得怪異唔通。例如表示狗咬骨，手語嘅語序就會係狗咬骨。當主詞同埋受詞互換之後，表示骨咬狗，手語嘅語序就會係骨咬狗。第二句冇實際嘅意義，因為喺現實中骨頭係唔可能咬狗嘅。冇運用空間表達嘅時候，詞序就會係 SVO。話題句用作帶出句子嘅焦點，常用嘅方法之一係將焦點嘅詞彙移到句首，詞序係 OSV。例如表示爸爸買車，手語嘅語序係車爸爸買，咁係顯示句子嘅焦點係呢一架車。翻到去我嘅學習難題，喺表中左方嘅3句都係可譯句，亦都冇運用到空間去到表達。經驗中只有 SVO 詞序
即係藍色嘅句子，可以俾唔同嘅聾人準確解讀；而其他嘅詞序，即係深灰色嘅句子，則出現唔同嘅聾人有唔同嘅解讀嘅情況。細問之下，原來唔同解讀嘅聾人都有一套自己嘅句子組成同埋解讀邏輯，大致可分為 OSV 同埋 SOV 兩大類。組織句子同埋理解句子嘅思維係互為影響嘅，而左方呢三句嘅設計正正就係混合咗兩大嘅詞組，所以接收者難以分辨發信者係正在使用 OSV 定係 SOV 詞序，以致容易產生混淆語意嘅情況。作為學習者，我就更加混淆，擔心將來做義工幫聾人翻譯嘅時候，出現上述聾人都出現嘅誤解情況，以致當事聾人利益受損。所以我用咗1年半嘅時間去釐清呢一個問題。喺另外一方面，文獻中統計結果顯示，冇運用空間表達嘅時候，最多出現嘅可譯句詞序係 SVO。聾人團隊包括咗 Native Signer 解釋，若果冇運用空間表達，可譯句用 SVO 詞序，可以減低錯誤解讀嘅機會。喺對話中，亦都經常出現 OSV 詞序，即係話題句嘅詞序。簡單講，即係 SVO 同埋 OSV 都係常用嘅詞序，即係喺表裏邊以藍色標示嗰3句。喺呢度有一點必須要講清楚嘅就係，本片無意亦都冇資格去到說明乜嘢嘅手語係啱或者係錯，更加不是要確立唯一嘅手語系統。手語嘅打法有好多種，本片展示嘅只係其中之一。有人可能會唔同意本片中嘅表述，以上嘅論文亦都絕對不能窮盡全港聾人嘅手語使用情況，就正如文中嘅同一短句都有唔同嘅解讀嘅現象一樣。但最低限度，論文記錄咗香港有一群 Native Signer 係咁樣理解同埋運用手語嘅。學習上亦都需要有咁樣嘅簡樸記錄作為學習嘅起點。呢一群 Native Signer 嘅手語亦都值得我輩手語學習者尊重。本片嘅目的只係去釐清上述我嘅學習難題，與同好分享我嘅學習過程，使到學習手語嘅同好少走冤枉嘅路，增加學習嘅成效，最終能夠用手語溝通嘅人多咗，聾人嘅溝通障礙隨之而減少。綜合以上嘅討論，我學到喺冇運用空間表達嘅時候，可以使用 SVO 或者 OSV 詞序去做組織同理解可譯句。好處係 SVO 詞序係唯一能夠被唔同嘅聾人準確解讀嘅句子結構，同時亦都需要注意同中有異嘅現實，唔同嘅聾人對同一句子有唔同嘅理解，成因可能係教育、年齡、個人手語習慣等等嘅因素有關。呢一個現象影響到翻譯嘅時候，誤譯嘅機會增加，最終受影響嘅係聾人本身。我諗個方法係利用異中有同，即係 SVO 詞序。呢一個詞序係唯一冇被誤解嘅詞序。當溝通上遇上有機會混淆嘅句子嘅時候，可以使用 SVO 詞序去到複述，以確認互相嘅理解係一致嘅。喺醫療、政府事務、法律上嘅情景當中，呢一致嘅理解尤其重要。延伸討論，想象一下，如果將句子轉為不可譯句，情況又會唔會唔同呢？諗一諗啊，下次我哋再繼續。如果大家想睇更多嘅香港手語短片，記住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呢一條頻道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